最新发布的一张图像显示，一颗名为 Sun Atlas 的星际天体可能正在从火星的近旁掠过，仿佛一位匆匆过客，在宇宙这张广袤舞台上留下了一道转瞬即逝的光痕。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执行任务时，无意中捕捉到了火星夜空中的一道神秘光带，一条微弱却异常笔直的亮线。有科学家猜测，它可能正是来自星际空间的访客。Sun Atlas 在火星近距离掠过时所留下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引发全球关注的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4日，这个时间点正好与 Sun Atlas 预定飞掠火星的时间完全重合，巧合的几乎像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一次快照。虽然美国宇航局尚未正式确认这道光痕是否真来自这颗星际天体，但从时间点的吻合程度到图像中光线的轨迹形状，都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可能性。科学界对此保持高度兴趣，一旦得到证实，这张图像将成为历史性的首次，人类第一次从另一个行星的地表上用设备直接拍摄到一颗穿越太阳系的星际天体。这是机器人探索宇宙过程中的一项重大里程碑。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一探究竟，毅力号到底看到了什么？科学家们如何甄别和分析这张照片背后的秘密？而这一看似偶然的观测，为什么可能会重新定义整个行星科学和我们观测宇宙的方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火星之旅，从一条微光开始，逐步揭开宇宙深处来客的神秘面纱。在10月4日的某个火星夜晚，毅力号的右侧导航相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NavCam， 拍摄下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静谧的夜空中，出现了一道淡淡的但异常笔直的细长光条，像是一根银线横穿火星天幕。一开始，许多人以为这可能是流星划过，毕竟这在地球上很常见。然而，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这么稀薄的空气极难形成明亮的流星轨迹，因此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极低，也更显得异常。这张照片之所以引起科学家们的强烈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罕见，而是因为它的时机极为敏感和精准，就像是在恰好那一刻，宇宙和相机配合了一次完美的会面。根据观测数据，这张图像的拍摄时间恰好是在 Sun Atlas 以仅3000万公里的最短距离掠过火星的几小时之内，这是迄今为止它离火星最近的一次接近，相当于地球和月球之间距离的近80倍，在天文尺度上已经是擦肩而过了。当科学家将图像中的光带方向、弯曲程度与它的轨迹模型对比后，惊讶地发现高度一致。这种几何上的契合性让人很难不怀疑，这条光痕正是 Sun Atlas 本尊留下的飞行签名。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问题陷入了短期关门状态， NASA 的公众事务部门也因此暂停更新，这使得本应迅速展开的数据确认和沟通被迫中断，为这桩宇宙奇观的确认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于是，验证任务的接力棒转交到了全球各地的天文机构和研究人员手中。这场跨星球的侦探行动不得不在缺乏官方确认的情况下，由科学家们自行拼图、交叉比对，寻找真相。来自哈佛大学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很快提出了一种基于成像原理的技术解释。这个观点在学术圈和媒体中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也为公众提供了一种理性视角。勒布指出，
这条光带并不代表本身拉成长条的物理形态，而是由于相机进行长时间曝光时，明亮物体在视野中移动而形成的轨迹影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迹。毅力号所使用的 Navcam 摄像头会在昏暗环境下以一种名为多帧叠加的方式进行成像，每张照片的曝光时间大约是3秒，然后会将几十甚至上百张图像叠加在一起，合成一张更清晰的夜间图像，以便捕捉微弱的光源。如果在这个合成过程期间，有一个明亮、速度极快的物体从相机视野划过，那么每一帧里它都会留下微小的光点，最后叠加出来的图像就会呈现出一条连续而清晰的亮线，仿佛一支光笔在黑布上划过。根据勒布的估算，图像中光带的长度和清晰度表明，整个成像过程可能覆盖了火星天空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段。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条光迹其实是那段时间内运动轨迹的完整时间快照。这种解释不仅在光学和运动学原理上站得住脚，还与时间戳、轨道模型等数据高度吻合，是一种兼顾理论与实际观测的合理解释路径。根据现有测算，3ILS 的飞行速度约为每秒67公里，这是远远超出任何飞机或火箭的速度。在10分钟内，它可以跨越几个天文单位中的弧分钟，与图像中所显示的光带长度几乎完美吻合。更令人振奋的是，这道光痕在火星夜空中的位置，恰好与3ILS预计经过耶泽罗陨石坑上空的路线一致，就像天文学家早已画好的一张星图，完美命中这个时间窗口。不过，科学界向来求证严谨，即便如此多的巧合叠加，研究人员依然保持克制和怀疑态度，谨慎地分析每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从理论上讲，像高能宇宙射线撞击相机感光元件、设备本身成像处理异常，甚至是一些靠近火星的小行星碎片经过时，也都可能产生相似的光带效果。这就是科学家不敢轻易下结论的原因。但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光带恰好出现在3ILS 最接近火星的时间与方向上，其巧合程度之高，已经远远超过了随机误差能解释的范围，令人不得不认真对待这就是它的可能性。一旦确认无误，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另一个星球的地表，不是轨道，也不是地球，而是火星，直接拍摄到一颗星际天体的照片。这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机器探测能力的认知，也象征着我们正在将宇宙作为整体进行观测的新时代正在悄然展开。虽然这条光带在照片中只是一个细长而微弱的亮痕，肉眼甚至不容易察觉，但其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和意义却远远超出图像本身。它所提供的是跨越数亿公里的科学证据链中的一环。通过毅力号拍到的图像，科学家们拥有了一个与地球相隔超过 2.4 亿公里的第二观测角度，借此可以建立一个立体的视差基线，就像在太空中进行立体测量，从而更精确地计算出它的飞行轨道、方向、速度变化等重要参数。如果将毅力号提供的图像数据与地球上包括哈勃、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等大型天文台观测结果结合，就可以更高精度地构建出3ILS 的3维运动模型，包括它的运行轨迹、旋转状态，甚至彗尾如何在太阳风中延展变化，都可以被模拟出来。与地表的毅力号同步运作的还有欧空局部署在火星轨道上的2大观测器。
火星快车号和微量气体轨道器，它们像两只太空眼睛，正从高空对 Sun Atlas 进行持续追踪观测。这些轨道器上搭载的光谱仪和化学分析设备，能够详细分析它的核心周围那团明亮的挥发，也就是由尘埃与蒸汽构成的包裹层。通过解析它所反射的光和释放的气体，科学家可以判断出其具体的化学组成。如果毅力号拍摄图像中的时间和方位能与轨道器观测到的窗口重合，那这就等于从地面与轨道两个维度对同一事件进行了同步记录，为光谱数据提供了罕见的实景确认，极大增强了数据的可信度。简而言之，这些跨平台多角度的数据不仅能准确描绘出它的空间位置和运行路径，还能告诉我们它在靠近火星接受太阳照射时，表面物质是如何生化、释放，甚至发生光化学反应的。这为研究星际物质与恒星能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宝贵样本。从多个地点、不同平台、多个时间节点进行同步观测，这种手段在天文历史上并不多见，它标志着行星科学正发生一场安静却深远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再只是看见，而是从多个角度理解。这些本来是用于分析火星地质、气候的探测器，如今逐渐演变成了跨星球的天文观测平台。它们就像部署在不同星球上的前哨站，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布式的宇宙望远镜网络。这些探测器之间的协同工作，实质上把整个太阳系变成了一个分布在不同星球上的多点观测网络。每一颗探测器都是节点，共同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监控系统。无论最终这张照片是否真的记录到了 Sun Atlas， 这次观测本身就证明了毅力号具备的那种超出任务预设的科学潜力，不仅能看脚下的岩石，也能仰望星空，追踪宇宙间的高速来客。在消息曝光后不久，网络上各类猜测、议论和甚至阴谋论也迅速冒了出来。这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反应。有人注意到那道光条呈现出某种近似圆柱状的对称轮廓，于是便猜测它是不是某种航天器或者外星飞船留下的轨迹，引发了一波非地球文明痕迹的热议。不过，勒布博士和多位图像处理专家迅速出面澄清，这种拉长变形完全是由连续曝光和图像叠加造成的视觉效果，与实际物体的形状无关，也不是任何飞船或结构的真实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在 Sun Atlas 与火星之间仍有数千万公里的距离。毅力号搭载的 Naucam 摄像头在这个尺度上的图像分辨率只有每像素大约 1.2 万公里，换句话说，它只能捕捉到大致的亮斑和方向，而根本无法看到它的结构细节或形状轮廓。而此时，来自地球以及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也在不断积累，逐渐勾勒出 Sun Atlas 的独特天文身份。它不是一颗普通的彗星，而是一个拥有异常特性的星际异类，包括韦伯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以及地面上的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在内的多台设备，都对 Sun Atlas 进行了成分分析，发现其挥发中不仅含有典型的气体如二氧化碳与一氧化碳，还携带了少量稀有金属元素，这为它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它逐渐靠近太阳的过程中，镍元素与铁元素的比例发生了异常波动，这种变化速度和幅度在此前任何一颗彗星中都未曾记录过。
这说明它的成分活性可能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彗星截然不同。天体化学专家认为，这种异常的金属比例波动可能是因为它的内部含有一些罕见的有机金属化合物，比如4羟基镍和5羟基铁。这些分子在不同温度下会以不同速率升华，也就是说，一旦遇热，它们就会迅速从固态转为气态并释放出去，从而改变光谱中金属的比例。通过对比火星轨道器传回的光谱数据、地球望远镜的远程观测，以及毅力号在火星地表拍摄的这张图像，科学家们终于有机会首次将它的实际化学活动与它的光变、亮度波动、尾部演变等动态行为一一对应。这在过去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研究路径，但科学从不止步于发现。下一个重要任务是验证这条光带究竟是否真的来自 3I-Atlas。 为此，研究人员正对毅力号所拍摄图像的原始元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包括每一帧的曝光时间、相机朝向、镜头摆动角度、连续拍摄的时间序列。所有这些都将与 3I-Atlas 的轨道模型一一比对，以寻找是否完全吻合。如果图像中那道条纹的方向、长度、亮度分布与彗星模型预测的飞行路径和速度完全一致，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据，足以让科学界认定这正是 3I-Atlas 被火星上的相机抓拍的历史瞬间。目前，外界普遍期待欧洲航天局将在近期公开其火星轨道器在10月份期间的观测数据，这将是对毅力号发现的最直接验证来源之一，可能揭示图像中那道光是否有更多证人。欧空局的火星快车号和微量气体轨道器不仅记录了它飞进火星的那一刻，甚至在接近前后的数小时到几天内都持续监控着它，这让科学家得以掌握它完整的过境档案。如果这些轨道器的光谱数据中出现了与毅力号图像所对应的亮度增强或金属成分变化，那就意味着我们从2个不同平台上捕捉到了同一场宇宙事件的不同切面，这无疑将为这次观测提供决定性证据。此外， NASA 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也可能成为意外的第三方证人。虽然它不是专为观测星际天体设计，但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提供额外线索。MRO 上的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验相机 HiRISE 原本用于拍摄火星地貌，但由于其灵敏度极高，有时也会无意中捕捉到天际中一些亮度突变的瞬态事件，像是闪光、反射或快速移动的光源。如果 MRO 在它经过期间刚好将镜头对准了相同区域的天空，即便只探测到一丝微弱的亮点，也可能成为对毅力号图像的独立证实，进一步增强观测的可信度。与此同时，地球上的多个大型天文观测站仍在持续追踪 3I-Atlas 的动向，它正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太阳靠近。这些追踪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延续性的观测视角，帮助科学家不断更新它的轨道预测和行为模式。例如，双子南座望远镜 Gemini South 和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 VLT 已经从光谱观测中提取出一系列关键化学信号，揭示出它在成分结构上与太阳系内典型彗星存在显著差异，为其星际起源再添证据。他们发现它的镍基化合物在受热时升华的比铁化合物更早，也就是说，当它逐步接近太阳，温度升高时，镍的释放会早于铁，从而在光谱中形成短暂的比例偏差。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接近过程中会观察到镍铁比的剧烈变化。这一发现
支持了一种大胆但越来越有力的理论：这些金属并不是以固体矿石的形式存在于它的内部，而是被包裹在挥发性有机金属分子中，如同被封存在化学胶囊里，遇热便会释放。这种状态在太阳系中极为罕见，更像是诞生于另一颗恒星系统的化学环境。重要的是，这些观察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这颗孤独的星际访客，它背后代表的是我们对整个宇宙中物质演化方式的全新理解。天文学家推测，像 3Atlas 这样的星际天体很可能携带着来自其他恒星系统原行星盘中的化学产物，它就像宇宙的化学快递员，将那边世界的物质样本带到我们眼前，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来自外星环境的第一手物证。从这个角度看，哪怕只是火星夜空中一条不起眼的光带，都可能是理解宇宙物质如何在恒星之间、星系之间迁移和演化的重要线索。这让我们意识到，宇宙中的碎片往往承载着宏大的故事。如果最终证实这道火星天空中的光带正是由 3Atlas 所留下，那它将成为人类首次从另一个星球表面直接拍摄到的星际物体，象征着我们在星际观测的道路上又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拓宽了太阳系内与太阳系外之间的观察界限。但即便最终结果是否定的，确认它并非 3Atlas 的痕迹，这次分析工作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未来如何分析火星图像中的异常现象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图像处理过程也促使科学家重新审视如何在火星环境中进行长时间曝光和叠加成像的校准，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真信号和伪影像，在未来的任务中提升瞬态事件识别的精准度。更宏观地看，这也预示着像毅力号这样的探测器已不再只是地质学工具人，它们正在演变为具备多学科观测能力的跨行星科学平台，在地表研究之外也能参与宇宙级别的探索任务。这些机器人平台逐渐被整合进一个跨星球多节点的科学网络中，从地表、轨道到遥远太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观测宇宙的立体阵列，改变了我们只从地球看宇宙的传统模式。这种从专注于一颗星球到同时监测整个太阳系乃至星际空间的方式转变，看似平静，却是一次深层次的范式革新，意味着人类正在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宇宙级科研基础设施。因此，不论那道光条最终是不是 3Atlas， 它都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从火星上向宇宙更远的深处伸出目光，不再只是观测身边的邻居，而是开始注视穿越星际的旅者。这标志着火星不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它现在也成为了寻找太阳系之外天体的观测者之一。可以说，火星已经悄悄成为我们探索星际空间的一个前哨站。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宇宙探秘故事，欢迎订阅频道，我们会继续带来来自火星地表、太空深处乃至星际远方的第一手科技解读。我们下次再见。